好久不见，我是夕颜。AI 能理解世界，是因为它能将人类的语言转化成0和1。那你有没有想过，在 AI 的词库里，像苹果这种多义词是离水果更近一点，还是离科技公司更近呢？还有，既然大模型能理解我们提出的问题，说明它已经具备了将语言转化成0和1的能力。那作为专门转化0和1的 embedding 嵌入模型，是不是和大模型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今天就带你从 RAG 的工作流中一步一步来解答所有的疑问，准备好了吗？ Let's go！ 我是夕颜，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RAG 检索增强生成，全称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其实就是结合两种 AI 技术，检索和生成。增强的部分是利用检索到的信息来辅助生成。RAG 是由 Facebook AI Research 团队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检索这边就是用到了嵌入模型 Embedding， 需要把文本段落和问题 Query 转化成向量才能实现向量检索。生成部分就是 GPT、Cloud 等大模型根据检索到的内容给出回答。工作流是不是看上去很简单呢？ RAG 其实就2步，用至少2种 AI 模型来完成信息检索和生成。这种基本框架的 RAG 也被称为 Naive RAG， 在这种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又衍生出了其他升级版的 RAG， 比如 Advanced RAG、Modular RAG 等更为复杂的框架，但复杂未必更好，功能强大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算力和更慢的响应速度。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老朋友 ReRank 模型。这次有时间来抽丝剥茧地讲一下 RAG， 所以先从 RAG 的准备开始讲起，也就是预先把外部的文本信息拆分成小块，通过嵌入模型转化成向量，再将向量及其相关信息存储至向量数据库。接下来会带你深入探究 Embedding 与向量。大模型是如何理解人类语言及其背后的逻辑呢？答案其实非常明确，那就是向量。人类社会的任何词汇、短语、段落、文章都可以被定义成一串看上去似乎没有意义的数字，这其实就是 AI 模型感知人类世界的基石。毕竟 AI 和计算机一样，都是通过0和1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而单词可能就是这种方式的最小单位。准确一点说呢，就是 token。 通过将语言的各个元素转化为高维的向量，大模型能够在数学空间中捕捉语言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这些向量的运算帮助模型在语义空间中处理和推断语言结构及其含义。那么这些单词如何转化成向量的呢？我们现在假设有一本小词典，会收集人类社会里的词汇。一开始只有4个单词，这里的 boy、girl、man 以及 woman。AI 会首先考量它们的共性和特征，在某个维度上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的表现出来。后面发现好像从性别、年龄这2个语义特征就可以足够去定义这些单词，直呼简单。于是在平面坐标系上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位置来了。Man 和 woman 相对于 boy 和 girl 年龄更大，所以在这个平面的上方，而横轴坐标的这2端代表了性别色彩就越强烈，左边是男性，右边是女性。假设随着人类社会中的发展，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新的事物认知，新的词汇也会衍生出来，词典也会被人为的扩充。比如这里的 child、infant、adult， 因为看不出什么性别的含义，所以在横轴的中间。再后来就出现了 teenager、grandmother 等等，但这些词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能通过性别和年龄这2个维度来表现出来。而这些坐标根据它们的相对位置，就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横轴这边是男性、中性、女性，纵轴这边是老年、成年和少年。那如果又出现了一些新词，比如王后、国王、公主、王子，这些单词
该如何用数字表示呢？给你5秒钟思考时间。时间到，答案就是多加了一个维度，也就是升维。在原来2维平面上的基础上，加了第3个维度 Royalty、Woman、Man、Girl、Boy 这4个单词在这个新维度上拼音，就有了可以实现阶级跃升的可能。我们再用 NG 老师的例子来讲一讲。如果这时词典里多2种水果 Apple 和 Orange， 该如何用向量表现呢？答案呼之欲出，答案就是这里的 food， 一个新的维度。你可以看到前面4个词在 food 维度上的值很低， Apple 和 Orange 很高，这也符合我们直觉。我们再来直观感受一下更具体的词典，让你看得见摸得着，也可以自己探索。最后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Word2Vec 是2013年谷歌团队提出的一种单词向量化的技术，这是一个只有2层的神经网络打造的词典，这里只收录了1万多个单词，每个单词转化成了200维的向量。左下角通过 PCA 的手法降维到了3维，才使得我们能立体的观察这个词典。除了 PCA， 还有 UMAP、TSNE 这种数学魔法可以帮我们做到轻松降维。这里单词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选择一些单词来看看它们的语义分布情况。3D 立体还是不太好观察，我们让 PCA 继续帮我们降维到2维坐标系里。这样看是不是好多了？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我选的词。表示人的 Girl、Man、动物 Cat、Dog， 接着是人造物车 Car、Vehicle， 左上角是自然元素 Sky、Island、Rain。 通过语义特征把所有名词转化成向量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算法来计算单词之间的相似程度。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动物 Cat 和 Dog 离得很近，自然元素之间也靠得很近。顺便再讲一下，向量搜索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跨越语言，这是关键词搜索所做不到的事情。这里是 OpenAI 的官方例子，如果你慢慢看的话，是不是看懂了？是不是有点冷，但感觉很可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同样是在2D 平面上，现在右下角的汽车和左上角的医生是不是分得很清楚呢？这可能就解释了在翻译自然语言上 GPT 的优势。这些向量不仅帮助模型捕捉语言的意义，也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底层结构。嵌入模型将人类社会里的词汇、短语、段落、文章投射到了高维空间中，并捕捉了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比如这里猫和狗的向量非常接近，因为它们都属于动物的范畴，而猫和汽车的向量则相对远离，因为它们的关联性较小。在这个向量化的过程中，嵌入模型不仅保留了每个词汇的基本含义，还能反映词汇之间的相似性和关系。这使得计算机在处理语言时不再只是逐字匹配，而是能够理解词汇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这些向量被用于信息检索和生成任务，使得 RAG 系统能更高效整合检索到的信息和生成的内容，从而提供更加精准和连贯的结果。现在是不是差不多能 get 到了一点 AI 底层逻辑呢？在这仅仅是2层神经网络输出了200维向量的可视化。好，我们回来。ChatGPT 横空出世的时候，那时嵌入模型 Text Embedding ADA 002的维度已经高达了1536。OpenAI 随着时间推出的嵌入模型维度在不断扩展，最新的模型如 Sen Large 维度达到了3072。这是我们在 DeFi 中使用过的嵌入模型，这有点像聪明人，词汇量大，用词很丰富，
对同一种事物的描述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这意味着它们能够更细腻、全面地捕捉和表达复杂的概念和情感，从而展现出更深入的理解力和洞察力。这种维度的增加确实能够帮助模型捕捉更多信息，然而维度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语义理解就一定更深刻。嵌入模型的核心逻辑在于将词汇和句子映射到高维的向量空间中，从而捕捉它们的语义关系。虽然高维度可以增强模型的表达能力，但真正决定模型语义理解效果的是它如何通过大量训练数据和精巧的算法来学习这些语义结构的。嵌入模型并不是简单的为每个词语或语句找到固定的位置，而是根据上下文动态生成语义表示。这种向量化表示是大模型理解人类语言的基础。模型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词语和语句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依赖某种特定的算法。此外，维度也并不是理解力的唯一决定因素。过高的维度有时反而会引入噪音，降低模型的效率和性能。因此，维度的扩展必须与模型的优化设计相结合，才能在捕捉更多信息的同时，确保模型的稳定性和性能表现。总而言之，嵌入模型的真正关键在于其训练方法和算法，而维度扩展只是帮助模型捕捉更多细节的一个手段，而非唯一或最重要的因素。扯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不要过分迷信维度而已。虽然右边这2列是对3种嵌入模型的评分，其中3 large 的表现是最好的，但不代表这个就是最好的。在自己的应用场景下或商用环境下，哪个模型好还是结果论，以测出来的结果为准。只是选了3 large， 下限没那么低就是了。差不多理清楚了向量化的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回到 RAG 准备阶段的正题。这里上传文档还是那个建议，用 Markdown 格式，因为有些 PDF 的格式比较复杂，比如混杂着图表什么的。因为 PDF 需要转文字至系统内置的功能，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读取其中的文字，事先将 PDF 转化成 Markdown 可能也是一种解决办法。接下来就是拆分文本，文本需要被拆分成小块 chunk。 为什么要分块呢？目的是为了确保检索的结果更精准。如果块太小很好理解，可能漏掉了重要信息；如果太大，结果又不够准确，既受限于语义空间的维度，也有可能在语义的压缩过程中损失掉了其他信息。反正 chunk 段落的大小对于一个嵌入模型来说，需要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有时为了保证语义连贯，还允许让相邻的 chunk 有重叠的部分。那每个 chunk token 的上限应该设置为多少好呢？这其实取决于语言内容，若不确定，建议可以先用默认设置，如果效果不好再调整，都是结果论。这里经过嵌入模型的处理，每个被拆分的小块变成了高维向量。这里向量数据库除了存储这些向量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比如段落原文、出处文档等等。我们理论上 RAG 的准备工作，向量数据库的搭建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走一遍理论上的 RAG 工作流。首先我们提问，问题也是 query 会被同样的嵌入模型转化成向量，比如是这里的 0.4、0.1。如果用的是3 large 模型，那么它的维度就是3072。接着进入检索 retrieve 阶段，我们有了 query 向量，向量数据库中也有很多段落向量。向量检索的目标是找出与问题 query 最相似的内容。如何找到相似的内容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另一个问题， vector 向量的相似度。我们先从语句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单词来讲，这些单词我们刚刚都接触过，这次我们就只看上面这张图。每个单词都被转化成了一个7维的向量，再降维到可以可视化的2维坐标系上。在这个2D 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horses、puppy、dog 和 cat 这几个词的位置。是不是 puppy、dog、cat 靠得更近呢？可以靠直觉感受到这就是相似度，但如何定义这个相似度呢？或者换一个说法，如何用数字来具象化定义这个相似度呢？可以理解成在某个可测量的尺度上，它们之间的距离很短。就比如说你说这2个人体格很相似，可以从身高、体重之类的数字之间的大小关系来判断，但让你用数据来判断这2个人长得像不像，相似度有多少，这恐怕还真有点难。回到正题，如何来量化
向量之间的相似度呢？不卖关子了，就是测量向量之间的距离。这里有4种主要可行的方法：余弦相似度、欧式距离、向量点击和曼哈顿距离。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测量向量和向量之间的距离。这里我们看到，把左边的 query 向量平移到了右边， query 向量和其他向量放进同样的向量空间中，就可以量化它们之间的距离了。这里为了可视化，用的是2维空间来演示的。接下来就是计算 query 向量和其他向量之间的距离了。这里我们就采用最常见的余弦相似度，通过角度衡量向量之间的相似度，因为它表现最好，算是检索中的 best practice。 这个数值在-1和1之间，越靠近1越相似，0则是无关，-1的话就是越相反。再举一个简单的计算例子，在这个价格和甜度的2维坐标系里，比较苹果与草莓和苹果与醋红辣椒的相似度。从视觉直觉上，苹果和草莓更像，但我们放弃直觉，拥抱数学，用数字来验证我们的假说，计算余弦相似度。cosine θ 和 cosine θ2的值比较大小，通过右边计算，我们得到 cosine θ 值是 0.999， cosine θ2的值是 0.786， 数值越大，相似度越高，结果和我们的直觉一致，我们的假说成立。我们还可以顺便计算一下欧式距离，这里苹果和草莓的距离是2，苹果和醋红辣椒之间的距离是 17.7， 结果是一样的。我们采用2种不同的方法，但结果是一致的。同样，如果是3维的向量放在3维的坐标系中，也是能计算的，就是比较抽象。接着回到我们的具体实例中，我们就用余弦相似度来计算我们的 query 向量和向量库里各个向量之间的相似度。我们算出来之后，再根据相似度 score 的高低排名，就是右边的 rank。 如果这里我们把 top k 的参数设为3，这里就会多出一个筛选的操作，只取相似度最高的前3名，也就是这3个段落。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工作流，增强。第2步增强就是给了大模型一个额外信息来增强生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个检索结果组成了这里提示词里的上下文，这就有点像让大模型开卷考试又给它递小抄的感觉。最后一步生成，通常大模型会基于检索到的这些段落 trunk 来生成答案，其实这些 trunk 并不完全相关，模型会依赖它们的内容来回答问题，可能会尝试结合它们的相关性来提供最合适的响应，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幻觉问题，比如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或者过度解读等等。所以要提升 RAG 的效果，改良办法有很多，大的着眼点可能就是检索和生成。我们在之前构建第2大脑的时候，就是在检索阶段的最后加入了 Cohere 的 Rerun 模型，通过重排序帮我们优化了检索结果。最后我们看到左边是这边，就是不拉不拉不拉，反正回答了问题。这里其实关于 RAG 的原理差不多最低限的内容已经讲完了。经过细研这么多详细的讲解，相信你对 RAG 的核心向量检索有些深度的认识。我们回到开头的第一个问题，苹果到底是哪个意思的苹果？其实跟人类理解一个词义的逻辑是一样的，要把这个词放进上下文去理解，这就涉及到了文本向量化。不同于之前一直在讲的单词向量化，文本向量化需要提炼出上下文的关系，难度和复杂度远高于单词向量化本身。最后极简快速通关一下文本向量化，也就是文本嵌入。无论是词语、短语、句子、段落还是整篇文章，它们的向量化都可以看作是文本嵌入的不同形式或层级。换句话说，文本嵌入涵盖了所有这些语言元素的向量化过程，而嵌入模型 Embedding Model 所具备的就是文本嵌入层级的功能。如果你很喜欢思考，你可能会推理出大模型应该内置了一个文本向量化的功能，毕竟要理解用户提出的问题，必须得先转化成向量才能理解。那么大模型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将文本向量化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 Llama 3这种可以直接拿来当嵌入模型来使用，这也是我们在 Obsidian 那期构建第2大脑的时候发现 Llama 3在嵌入模型的可用选项当中。
而 GPT 这种虽然不能直接当嵌入模型使用，它的嵌入功能模块应该跟 OpenAI 家族的 Text Embedding 系列的嵌入模型是有高度重合的。也可以把嵌入模型粗略地理解为大模型中的 Embedding 的部分。我们先看文本嵌入的步骤，大致分这4步：token 化和向量化。首先，这里文本被拆分为了 token， 这些 token 通常是词语或词片段。在最开始，这些 token 通过词嵌入转化成高维度的向量，这里每一个长方形就代表一个 token 的向量。接着是上下文语义的处理，在大语言模型中，例如 Transformer， 输入的 token 向量会通往多个自注意力层处理。这个过程中，每个 token 的向量会根据上下文中其他 token 的动态调整，得到更丰富的上下文语义表示，也就是这里。Pooling 为了获得整个文本的表示，一些模型会对所有的 token 的向量进行池化。常见的池化方式有平均池化，或者是选择特殊的 token， 例如 BERT 中的 CLS， 而 GPT 中 EOS 可以代表整个文本的嵌入向量，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最后，相似性映射，通过将文本的最终表示向量放置在向量空间中，模型可以对不同文本的语义相似度进行评估。语义相似的文本会映射到相近的向量。对比学习 Contrastive Learning 是最常见的技术之一，通过最大化相似样本的相似性，并最小化非相似样本的相似性来训练嵌入模型。最后一步可能不太好理解了，嵌入模型会有一个嵌入层的存在，目的是通过相似的向量表示相似的语义信息，这可以让模型在接下来的任务，比如翻译、分类、生成等中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嵌入信息，同时强调了嵌入层的核心作用，即通过构建一个向量空间，让模型在向量空间中学习文本之间的语义相似性和差异。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讲讲嵌入功能模块，它到底位于大模型架构中的哪个部分呢？先说结论， Transformer 架构里的 Decoder 这里，相信大家都知道鼎鼎大名的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张图可能是里面最著名的插图。这是 Transformer 的基本架构，左边是 Encoder， 右边是 Decoder。像 GPT、Llama 这种放弃了左边的 Encoder， 采取了 Decoder only 的这种架构。我们可以看一下 Llama 这里和右边 GPT-3 蓝色这里就是嵌入功能模块 Decoder 的位置了。但是 Llama 和 GPT-3 的嵌入功能模块的内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接下来以 GPT 这种 Decoder 来讲解一个例子，看 Decoder 如何在嵌入模型中发挥作用的。这里我们不讲什么复杂的取证运算，用一种具体附带抽象的办法，从向量的视角来一探究竟。假设这里都是嵌入模型的内部，虚线内是 GPT-3 这种大模型的 Decoder 部分。我们向嵌入模型输入我们的文本 AI 工具的有效利用方法，这里被拆成了 token 并被向量化。这里多出了 BOS 和 EOS 这两个 token， 分别是 Begin of Sentence 和 End of Sentence 的缩写。这些 token 用于占位，是 GPT 等 Decoder 架构里面特有的。接下来所有 token 包括 BOS 和 EOS 会一起送入 Decoder 里面进行两段处理。看一下输出端，同一个 token 输出的 token 的向量和输入的 token 的向量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根据上下文动态生成的语义。接下来看一下 Decoder 里的两段处理。第一段就是这里的掩码自注意力机制，从名称分为3块来看。 Masked 掩码，使用三角形掩码矩阵屏蔽未来的 token， 确保模型只能关注当前及之前的 token， 防止未来信息泄露。没听懂没有关系，后面还会讲到。 Self-attention 自注意力，通过计算注意力矩阵，评估当前 token 与上下文中各 token 的重要性及依赖关系。 Multi-head 多头，并行计算多个不同的注意力矩阵，捕捉更丰富的语义关系。第二段是前馈神经网络，将自注意力机制的输出进一步处理和转换，帮助模型来更好地理解上下文关系。这里当成一个神经网络理解就好。这句话一共有8个 token 会对应生成
8个新向量，所以就是8个步骤。接下来我们通过其中的3个步骤来更深入了解一下 Decoder 这里的黑箱操作。第一步，第一个向量 BOS 这里会使用三角形掩码矩阵加工 BOS 向量，这里可以想象成就像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但实际上右边这些坏了的向量其实还是输入进了 Decoder， 只是对于 BOS 来说是看不见它们的。经过这2段处理之后，输出 BOS 向量。因为这里看不见后面词的原因，所以在计算注意力的时候只计算了自己和本身之间的注意力权重。接下来同样的操作，我们来到了第5步 Token 有效，这里同样是2段处理，经过掩码后看不见后面的词，利用方法和 EOS 生成的有效向量里计算了有效和前面4个词 BOS AI 工具的以及自身之间的注意力权重。这个向量不同于前面的 BOS， 是真正的包含了除本身之外的上下文信息，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文信息。这里详细再讲一下掩码自注意力机制的作用。掩码确保模型在每个位置只能使用当前及之前的 token 进行预测，防止偷看未来的信息，这样模型只能基于已知上下文推测下一个 token， 确保语言模型的有效性。若不进行掩码处理，模型在训练时会访问到未来的 token， 从而依赖完整句子来进行预测，导致信息泄露和过拟合，影响生成任务中的表现。比如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不屏蔽，新生成的有效向量里就会混入后面 token 的上下文信息。就像一个学生考试，一般发了试卷，从头到尾先会把所有的题目看一遍，对时间的分配上心里会有个数，但在这个 mask 机制下，只允许你从第1题开始看，做完之后才能看第2题，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目的是为了训练你在微观上做题的时间预估能力。第8步，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们最后一个向量第8个向量 EOS 生成完成。可以发现它包含了和之前所有词的关系，之前的所有词中也包括了自身和前面能看得到的词之间的关系，顺理成章。所以这个生成的 EOS 向量可以直接拿来当做 AI 工具的有效利用方法这个文本的整体特征量来使用的，是不是有点像套娃呢？所以在后面 pooling 层的处理中，可以直接用这个 EOS 向量，或者用另一种 average pooling 的方法，这里不是重点，只是简单提一下。OpenAI 的 Text Embedding 系列模型的架构从未被公开过，简直是黑盒中的黑盒，也可能是商业机密吧。但我们可以从已知的公布过的 GPT 架构中的相关嵌入模块来反推个大概出来，再基于一般嵌入模型的架构，那么 OpenAI 的嵌入模型系列架构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关于的向量检索以及 RAG 的理解是不是加深了呢？点赞关注，会持续带来更价值的 AI 内容。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